你们怎么在这里啊？这还用说呀？当然是毁尸灭迹了。我们大理寺来这儿，当然是追查线索了。你们张大人呢？你家沈大人呢？不如换个话题吧。遮掩掩的，烦死了。张行也没工夫遮掩了，他们去了西郊皇陵。哎，女侠，你为什么要和张毅召集四方成员劫持李晨阳，擅闯大内啊？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做侠者啊，侠者要坚信自己能够帮到他人，就会不断强大。即使这条路上会是孤身一人，但是总有一天，一定会找到那群志同道合的人们。所以你要找志同道合的人呢？对啊，我要让大家看到，有一群和我一样的人在付诸行动，真正的与黑暗对抗。女侠，你在我的眼睛里在发光。我要让光赐予你。不如这样，我刚得到锦衣卫消息，你先去西郊皇陵救张毅，然后再收我入唐门，我们一起闯荡江湖，南下杀倭寇。入唐门，杀倭寇，倒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我求了一根签。什么签？上面写的什么？等下次再告诉你吧。那我们说好了，事成之后，小爷我管银子和开销。袁林啊，你小子真是家大业大呀！听懂没？他要收我为徒了。他完全不管他们家沈大人的死活。咱们家张大人的死活也很重要。难道他们也遇上了麻烦？你们以为这是谁的地盘？怎么可能只有简单的暗门？哼哼哼！上次这么热闹的时候，我们还是一家人呢，我的义父。既然到如此地步，我们何须再遮掩了？其实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想，
如果能重来，我要从哪里重新选择呢？林峰出现后，顺着义父的心愿冷血到底，还是舍弃忠义为爱而活？你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这些，哼，当然只是无从知晓的假设。但当我深陷在是否要大义灭亲的痛苦时，岁月和时机却不等人，把我们都推到了这一步了。反倒我觉得时机是刚刚好。看看这里的一切，充满痛苦。他们每个人深信着他给的信念，带着他送的枷锁死去。最后呢，除了我王直，谁还记得他们的名字？记得他们为东极市场做过的每一件事？他过去不在乎，现在就会在乎吗？所以，一切该在这里结束。他应该提前看到地狱的模样，听一听这里灵魂放声哭泣求救的声音。即便是他，也应该稍微留有一丝人性。回想到了什么，不是吗，我的好义父？你瞧瞧，在疯魔这条路上，你我都是出奇的统一。这一切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我一直以为你们知而不问，知而不闻，没想到你们还是外清内浊的糊涂。一个林峰，就把你们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林峰的死是他咎由自取，我不杀他，他也会死。天道，这就是天道。瞧你现在的模样，倒真是应验了那句话：天道轮回。所以，我还保有余力和体面，来让你们陪我。其实，如果能重新选择，我宁愿死都不会跟东京市场的人走，更不会与你和商化有任何瓜葛。他们就要死了，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吗？从一开始我就给你们指过明路，你们都弃我而去。为了证明自己，哼，汪直氏、华硕岳氏，连你也被张毅鬼迷心窍了，就这么想做，
正道的四方侠士吗？正道？我们哪里是正道？全都是对你的执念啊！明年用更圆滑的方式处事，让林芳不死，让王池更早的接管东京市场。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你们都是一群不成气候的雏鸟，没有长成就想高飞。我如何把我的一切寄托给你们？我辛辛苦苦的在东极市场积累下来的功绩，都要化为虚无。他们不懂，你也不懂。我懂你，但你的功绩盖不过你的罪孽。兄弟，对不起。张爷，姐，快去！你先去。走啊！走，走。真好，别哭。我现在要怎么样？难看死了。还说，我现在一定和他们一样，让他们就他了。有之，不要让我失望。来！说到底，还是个心慈手软的菜。张毅，我来解决。男人不要打女人啊！哦，忘了，你是个阉人。哼，汤少主若趟这趟浑水，小心陷在泥里，自身难保。江湖救急的时候，我不在，怎么能算得上是侠客？汪长公，赐教。唐门主真是丝毫未变呢。你回来做什么？当然是当大侠喽，以为是来保护你。被仇恨蒙了心智的蠢货。没大没小。等结束了，我们去吃四方美食。
一言为定。我来帮你解开！看，这就是背叛我的下场。少爷，你为何如此对我？少爷，以后冤冤相报，是非曲。看呐，看！下面该清算我们的新仇旧怨了。一位在此，将张毅等人捉拿归案。我怎么会不给自己留退路呢？倒是你们把自己逼上了绝路。我们是自己走上绝路的，够太监。你们骂两句吗？老不死的奸贼！我们可以骂得再脏点。锦衣卫虽然听令于东极使臣，但是我们真正效命的是皇上。我可以去皇陵保护陛下的安危，但是没有理由不请示皇上去皇陵保护你。林大人，如果此事办成了，我会给你想要的一切。林大人，张仪等人无需再留，就地处决。诸位，我的刀会给大家一个痛苦。相识一场，给个体面，留个全尸。上砒霜。砒霜死相也太难看了。怕吗？人生苦短，何妨？良人相伴，甚好。慢着，刘志，你要干什么？林大人，你想要的，无非是成为锦衣卫指挥使，不再受制于东极市场，直接听命于陛下行事。
我说的对吧？是又如何？你也看不起我？哎，我义父为人如何？我想，你与他同朝为官数载，应该比我更清楚吧？你真的相信他会兑现承诺？毕竟每一个坐在指挥使位置上的人，都不会承受。按你的意思，就这一次选择，我义父和他手中的盒子换你的自由，换我们所有人的自由。如何？来人，大理寺少卿张毅和锦衣卫镇抚使沈由之搜罗到东极市场厂工商华贪赃枉法的罪证，现将商华捉拿归案，交由圣上处理。还不快去！是到斩草除根的时候了。唐心，唐心。阿爹，哎，我要救他。这天下乞丐甚多，你是见一个救一个呀？我是唐门少主，以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姑娘，早高老板找你的钱，你忘了拿了？大人，掉在地上的银钱，莫要见回头的，不吉利。张毅今日对姑娘动手，致使姑娘内伤，还请姑娘原谅。干嘛？面纱钱和疗伤钱。你都给你。陆总师，你这声叫的很是亲切。谁说我们四方是听艺人做事？没有我第一剑客唐喜，
哎，唐少主，不能当众袭击当朝4品官员。钥匙呢？钥匙怎么会不见了？我怎么知道会不见了？没大没小，等结束了，我们去吃四方美食。一言为定。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成化18年甲辰月，朕承孝治邦，固家稳国。据大理寺卿裴元东、大理寺少卿张毅、锦衣卫指挥使尹峰、锦衣卫镇抚使沈由之联名奏请，东极市场厂工商华懈怠职责，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结党营私，谋害忠良。东极市场厂卫相率游校，实现肆逆，风气张狂，前世不臧，更宜后害。身其事者，罪不容诛。但念其昔日功勋，三朝旧臣，悔罪颇为真切，府内家产全部充入国库。秋后流放枫林镇苦寒之地，听候发落。钦此。臣谢主隆恩。大理寺对商华卷宗整理收押，商华所犯罪行被公之于众，被害忠臣冤屈得以昭雪，奸臣巨度得以伏法。沈大人，沈大人，你无需在此等我。探监之事，交给水墨与丹青便是。我与他们的关系，怎能与你相提并论啊？自从回来之后，除了询问东极市场调查之事，我并不想与他多言语半分。马上就要入秋了。我只想打点一下他在大牢事务，毕竟养育之恩，不能舍弃。你若不愿陪我，在外等候便是。义父，您在这里的一切吃穿用度，我都已经打点妥当，虽不比府中，但必定不会太差。如果有什么需要，你也尽管提出。陛下念在您与他的旧情，并未为难。有志，你为什么不看着我？孩儿有愧于义父的养育之恩呢。抬起头来，看看你义父的样子，告诉我，那日你为什么会害怕？因为我恐惧你。别害怕，抬起头来。哎，这就对了。人呐，只有直接面对恐惧的时候，才能得到真正的考验。思考降生于世，为何事成何事，将人的本性暴露无遗。你会做什么？我怎么会意外呢？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我只是觉得
再追随于你是错的。你会明白的。当一个人走在错误的路上，才能真正找到自己。你从来没让我失望过。毕竟您现在来不及再到朝中找一个代替他的人了。哦，不对，是延续您生命的人。唉，可惜呀。可惜什么？能够遇上像他们这般朝霞灿烂的人，是你一生的机缘。因为你，这些朝霞化为烟火，转瞬即逝，不复存在。如果商场公觉得我会因为您的这些话夜不能寐的话，就大可不必了。毕竟您和汪直这件事儿，够我炫耀一辈子了。张毅，我祝你福禄双全，儿孙满堂。毕竟，他们值得。张大人，无需把义父的话放心上，他最善攻心之术了。我明白，沈大人无需多言。既然沈大人已经做出了一次选择，那就不用顾虑那么多了，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活下去。张大人，有些事儿，而非感同身受，只能难自知。你喜欢，那就抱回去。张大人，是打算去花满楼吗？这次我倒是可以陪你一场。沈大人有进步，不过这次我不去花满楼了，毕竟那里没有我想见的人。他说了要带我去唐门，他说了要带我去南面打倭寇。你们大家不都是说话算数的吗？我都准备好闯荡江湖了。他不是天下第一吗？他不是最强的吗？对不起，袁灵，是我让他食言了。这也许就是人们说的“天不遂人愿”了。你别走，京城这么大，你走了我该怎么办？我不想跟你告别，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再见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少侠了。
命里正逢罗背关，一重江水一重山。谁知此去路又难，潇湘江边泪满肩。为什么呢？明明求了下钱，还要和我们一起做傻事。老板，哎，一碗粥，一些糕点。好嘞。客官，您的粥和糕点慢用啊。这位官爷，你的银钱掉了。沈大人，哼，看来沈大人是特意在此处等我呀。我与你，自然要说话算话。这是最新进贡的晚熟柑橘，朝中能吃的除了你，就是心神不定的万贵妃了。沈大人有心了，这柑橘看着就酸，不吃了。可能对你来说，只是很酸，或是很甜的橘子，你可以不吃。但对橘子来说，酸甜便是它的全部了。哼，我们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啊。张大人还没试过锦衣卫，如何晓得口味不合呀？沈大人，贵气逼人，皇权特许，哪像我，一介草民，游荡四方。我们哪里看着像能走到一起的同路人啊？你这是打算离开京城啊？为何不告诉我？沈大人就不要关心我的去处了，我只想偷偷的寄情于山水。打算去哪儿？还有厂卫不知道的事情吗？要不然你也不会在此等候我呀。其实你大可不必走。现如今，西矶市场撤销，登基市场厂工换人。但对于百姓来说，有何不同？若是你介怀唐喜他们的事儿，我可以奏请陛下，为他们追封。他们不在乎这些虚名，但是有些事情，我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你向来小心行事，这段时间又与我们寸步不离，你是如何与商华见面达成协议的？哼，当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商华不能来花满楼，但他最信任的人呢？张毅，你也有被近在眼前的事物所蒙蔽的一天呢。有些事情的改变，就是在过程中，不是吗？你们从宫中逃出来这么久，为什么一个锦衣卫追兵都没有再遇到？为什么唐门长老可以精准地找到你们，并带走唐喜呢？为什么陆氏结义家人能够安然无恙？是你们强大到可以只手遮天，还是对方呢？那天在宫里，你的确有犹豫，你在犹豫要不要对我们痛下杀手。后来你放了我们一马，你以为我们会远走高飞，没想到我去找花朔月，甘愿回到城。
小二，来壶酒。走一个，走一个。来来，喝酒喝酒，不醉不归。骑马少喝酒。少年仗剑，行天涯，镇山河，红尘醉酒，上青天，护美人，则才有曲。哎，则才有曲，这才有韩少侠，看前方光怪陆离，定是那妖魔巢穴，待俺冲上前去，必定将那恶鬼斩杀得干干净净。请放火许，上画风铃阵。有趣有趣。